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鹰猴味厨房。紫菜蛋花汤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味佳肴。今天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这样做出来的紫菜蛋花汤营养美味又好喝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花上2分钟就可以完全的学会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小块紫菜，把紫菜撕成小一点的块，这样方便入味也方便成熟。紫菜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富含有膳食纤维以及铁元素和钾元素，我们这边也称之为最便宜的海鲜，所以非常受大家的欢迎。像这样炎热的夏天，我们肯定少不了紫菜蛋花汤。挑选紫菜，我们一定要挑选无痧的，因为这种紫菜操作起来更加的方便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多一点的温水，大约在30度左右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加开水，如果加开水的话，紫菜的营养很容易流失。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也可以用凉水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个自然成熟的西红柿。挑选西红柿一定要挑选这种带有绿色叶子的，因为这种西红柿才更加的新鲜。接下来在西红柿的顶部打上14发刀，这样更方便去除西红柿的外皮。西红柿皮不是不能吃，而是放在汤里面总是煮不烂，那样就会影响整道汤的口感。把西红柿处理完放在大碗中，接下来加入101度的开水。西红柿去皮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也可以放在火上面烤。我个人觉得用开水烫这种方法非常的快捷又方便。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来定。用我吃饭的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鸡蛋其实也有技巧的，我们要朝同一个方向搅拌，这样才能够搅拌得更均匀一些。大约搅拌2分钟左右，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粒状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切成葱花。其实葱白和葱叶可以放在一起，因为葱白的葱香味更加的浓郁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据自己的喜好添加香菜，把香菜切成小段，切好和葱花放在一起。如果不喜欢吃香菜的也可以不用放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西红柿也已经浸泡好了，用手一撕，轻轻松松的就把外皮全部给撕下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给下刀，首先把西红柿对半切开，然后把中间的硬心给切下来。接着我们再来给下刀，首先把西红柿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切成小条。条我们尽量的切小一些，然后再切成小碎丁。今天的西红柿也不需要太多，半个就可以了，另外半个留着小孩子们吃。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下来往小碗中加入大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化开。搅拌至没有干淀粉就可以，这就是所谓的水淀粉，也称之为淀粉水。紫菜我们浸泡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如果时间太长，紫菜的营养很容易流失。浸泡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准备一个漏勺，
然后用手把里面的水分拧干，尽量的把水分完全的控干一些，这样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完放在大碗中。很多朋友喜欢把紫菜放在锅里面去煮，其实那样是不对的，那样煮过之后紫菜的营养很容易流失。接着把准备好的西红柿丁也倒在碗中，有条件的我们加入少许的干晒虾皮，增加营养，补充钙元素。把切好的香菜和葱花也加在碗中。接着我们简单的调下味，加入少许的胡椒粉，然后再加入一勺猪油。猪油是紫菜蛋花汤的灵魂，这也是为什么你做的紫菜蛋花汤不好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接着准备一口锅，往锅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水烧开以后加入大半勺的食盐调味，接着加入少许的松茸鲜增加鲜味，其他什么调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。我们吃的就是食材的本味。锅中的水烧至似开灰开的状态，我们就加入水淀粉。水淀粉我们要少量多次的加入，每加入一次我们要稍微的搅动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炸锅，同时还可以防止结坨。把淀粉水充分的搅拌至化开，接着把鸡蛋倒在勺子里面，像视频中这样呈线状倒入。锅里面的水保持似开灰开的一个状态，把所有的蛋液像视频中这样全部倒在锅中，稍微的推动一下。因为鸡蛋比较容易熟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不然的话做出来的蛋花就不会漂亮。煮制成视频中这样丝滑的状态就可以。把煮好的蛋花倒在准备好的碗中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紫菜蛋花汤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里面加了西红柿、虾皮，不仅丰富了口感，同时增加了营养。有条件的可以在出锅之后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，增加香味。夏天来上一锅这样的紫菜蛋花汤，上桌比大鱼大肉还受欢迎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